男人一睡醒发现自己穿越到了异世界，身上还穿着铠甲，给自己吓了一跳。冷静下来才看清楚，这身打扮居然是自己满级的游戏角色亚克。看起来自己变成了游戏里的角色，跑到异世界去了。对这个结果，亚克其实还挺满意，反而对异世界的冒险生活充满了期待。先来试试技能能不能用，试了试魔法，果然还挺顺手。亚克发现自己的职业天骑士确实有点特别，之前学了不少其他职业的技能，还有光耐性，这些技能现在居然通通能用，这让亚克兴奋不已。亚克尝试用传送术去附近的城镇转转，这时才想起传送点的是去过的地方，只能去曾经去过的地方。不过这让他想起另外3个旅行技能，一个是无需冷却的次元步伐，在游戏里只能做短距离的瞬移，现在能去任何视线范围内的地方，还能实现飞行的效果。不一会儿玩累了的亚克就坐在小溪边休息，他摘下头盔一看是个骷髅脸，这才想起自己原来是个被诅咒的骑士，这副模样去城镇的话可能会被当怪物追杀。为了不变成别人的经验值，亚克决定尽量低调生活。亚克到了城市，但现在口袋空空，看着香喷喷的烤鸭只能干瞪眼。亚克决定得先挣点钱，他在闲逛时无意中发现一个小巷，有个妹子正在和情报贩子交易，那妹子竟然是精灵，在游戏里只见过的精灵。亚克激动了，想上前搭话，转眼妹子就消失了。虽找不到人，但无意中找到了佣兵工会，正好缺钱花。亚克走进了工会，向会长询问如何注册，会长却以为他在开玩笑，穿得像个骑士老爷，怎么看都不像佣兵。亚克这才意识到自己态度问题，会长没再多问，说要领任务得先过测试，野兽、魔兽、强盗随便选，狩猎3只就算任务完成。亚克听到魔兽特别兴奋，决定去猎野兽。旁边的红毛都怀疑他的动机了，但会长已经开始想象，其实亚克只是为了那烤鸭而已。打野一阵子后，亚克觉得挺无聊的，这世界的奇幻元素少得可怜。亚克拎着战利品打算回城，看到3帮盗贼在那儿闹事。看到这种典型的英雄救美剧情，正义的亚克怎能错过？1秒钟不等的闪现过去，情况一看，搞得对手都吓跑了。亚克马上来了个飞龙斩，把那几个跑的直接变成粉末。打完盗贼，亚克还火化了他们。女孩们换衣服的功夫，亚克把盗贼的财宝全收了。小姐和女仆感激不已，邀请亚克一起坐马车回城。亚克没有拒绝，知道女孩们在想什么，没了护卫他们就是猎物。回到城里，亚克拿着证明去工会，会长惊讶的不行，任务这么快就完成了，然后就给亚克发了登录证。亚克找了家旅馆住下，要了一桌好菜，开始大吃特吃。虽然是骷髅头，但吃东西没问题。第3天，亚克又来到工会，接了个简单的药草采集任务。会长看亚克接这任务疑惑不已，亚克不想太张扬，找了个借口混过去，说自己对药草特别有兴趣。亚克的原则是低调行事，虽然这身华丽装备吓坏了雇主。很快他们进了森林，路上马尔卡给亚克介绍药草，这不是对牛弹琴吗？这时草丛里突然有动静，亚克感觉到危险，立刻叫马尔卡退后，自己冲上前去，结果一看只是个受伤的狐狸样的小东西。亚克觉得他挺可怜，就用治愈技能给他治好了。谁知道小家伙竟然沾上了亚克，他不肯离开亚克，有点无奈，但也不介意多个伴，就给他取名叫碰太收留了。他们继续深入森林，不久就找到了需要的药草。马尔卡一看到就高兴的要去采摘，这时3只巨型绿皮蜥蜴冲出，直接冲马尔卡来了。亚克及时阻止了，用次元步快速带着马尔卡撤了。那绿皮蜥蜴紧跟着一口毒气喷出来，亚克又是一闪身躲开了，连续几下都没碰到亚克一下。绿皮蜥蜴怒了，开始乱摆头。亚克看出来这动作是要来个石化。亚克虽然是骷髅不怕石化，但马尔卡就没那么好运了，所以亚克赶紧用图塔蒂斯天盾挡住了，这盾是免疫所有异常状态的。绿皮蜥蜴更气了，又是一口毒气。亚克抓住机会反击，马尔卡看得目瞪口呆，他不停地夸亚克太强了，但亚克嘱咐他保密，他不想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这时候亚克突然看到怪物脚下出现了个奇怪的光环，但亚克还没走进光环就消失了。当他们晚上回到村子，把马尔卡安全送回他妈妈那里，亚克这任务也就结束了。同时在森林深处，一大群士兵正在打绿皮蜥蜴，经过一番激战，士兵们终于赢了。团长还发现了另一处怪物的尸体，那尸体上的伤口明显是被秒杀的。团长对这位神秘强者印象深刻。亚克回到家，开始和碰太享受美食，尽管他是骷髅，但吃的欲望还是满满的。亚克这天算是发了一笔横财，随便做了个盗贼讨伐任务，结果赚了2大箱的金币。亚克正带着财宝准备回城，前面突然有人冲出来，那人一见亚克就挥剑猛砍。亚克一时间没反应过来，看清楚来人是谁之后，发现是之前遇到的精灵妹子。原来妹子误会了，以为亚克是盗贼。亚克赶紧解释，正当解释没用时，碰太探出头来。精灵妹子见了碰太挺惊讶，她奇怪为何仙灵兽会和盗贼在一起。她知道连精灵族碰太都不亲近。亚克解释是他救了受伤的碰太。听完后，精灵妹子立刻理解了，觉得能和仙灵兽相处的不可能是坏人。看来亚克确实是个好心人。误会一解后，2人开始互相介绍，
原来妹子来这是为了救族人。亚克很遗憾，因为洞穴里没见到精灵。妹子知道人已不在，准备离开。亚克急忙叫住她，说愿意帮忙救精灵。妹子觉得这是精灵族的事，说完就头也不回的走了。妹子一走，亚克有点失望，不过他很快又振作起来。这不就是梦寐以求的精灵美少女剧情吗？作为玩家的他怎么能放过？第3天，亚克用次元步走进森林，猜想精灵应该住在森林里，他打算在附近试试运气。不一会儿就听到远处传来求救声，一个蘑菇头正在欺负精灵女孩，那家伙太嚣张，不把精灵当回事。这家伙还是当地领主的儿子。亚克偷偷溜了过去，正好撞见这一幕。看到这不公平的事，亚克决定出手。这时旁边突然冒出一道黑影，一下子解决了2个人贩子，是之前那精灵少女。少女一展华丽剑法，盗贼们像割韭菜一样倒下。亚克躲在草丛里目瞪口呆，怪不得他不让他帮忙。就在他认为能轻松解决时，蘑菇头突然挟持了一名精灵，逼他束手就擒。少女一时间不敢轻举妄动。这时亚克决定不再旁观，用次元步瞬移到蘑菇头背后，一拳把他打飞出去几10米外昏迷。精灵们被亚克救下，少女这才放下心来，3两下清理剩下的敌人。亚克轻松扯断精灵的锁链，露出和善的笑容。精灵女孩们都被释放。亚克随后释放净化魔法，帮他们取下噬魔项圈，又用魔法治好女孩的伤。精灵妹子用飞鸽传书通知族人，不久精灵族人赶到接人，告别了几位精灵女孩。亚克终于知道了精灵妹子名字，她叫艾莉安，是精灵族战士，正在四处解救被抓的同胞。精灵族族长很快就派来了新任务，亚克实力惊人，在他们眼里，这一回艾莉安想要把亚克拉进队伍，和他一起完成这次任务。亚克对精灵美女的邀请当然是欣然接受，毕竟精灵剧情正是他追求的。他们2个就这样走上了城镇街头，准备和另一个精灵战士会合。一听说还有个男精灵战士，亚克兴奋不已，但见人后就傻眼了。这位满脸杀气的中年大叔也算精灵？不会是哪个盗贼办的吧？艾莉安赶紧介绍了一番，可街上站着聊天确实不太方便，他们找了家餐馆坐了下来。艾莉安这才详细介绍同伴，这位中年大哥叫做丹卡，是个精灵战士，他主要是负责搜集情报。丹卡马上就开始汇报情况，他们目标的人贩子据点就在欢乐街一带，被绑的女孩们都关在那里，但那边人来人往，很是繁忙，所以他们打算等到深夜再行动。了解完计划后，他们准备行动。亚克说自己有点私事要先处理，讲好半夜会和他就先走了。其实亚克是馋他们的东西了，他把抢来的战利品变现，换了一大堆金币，买了满满一袋美食，找了个没人的角落藏起来，和碰太一起大吃特吃。不知不觉夜晚就到了，亚克按时到了约定地点，3人很快就来到了关押地点。亚克让2人先抓住他，然后他一个次元步直接上了屋顶。艾莉安一看天窗开着，急不可耐的就想钻进去，可他太宽广了，挤了好久也没进去。他挤进去时发现亚克已经在里面了。艾莉安一看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。亚克却很绅士地说他已经别过头了。艾莉安听后脸一下子红了，然后他们开始逐层搜索。奇怪的是，里面的人贩子都已经被干掉了，明显有人比他们先一步。亚克决定用闪现进入另一个房间，这里的情况和其他地方一样，人贩子也是被秒杀的。亚克正陷入沉思时，2把苦无飞过来打断了他的思绪，紧跟着一个黑衣少女突然冒出来，她对着亚克猛砍一通，但这些对亚克来说只是小菜一碟。亚克一看清楚来人，直接被惊艳到了。黑衣少女看到碰太后也明白亚克不是坏蛋，她随即收起武器解释误会。忍者妹子为了表示歉意，给亚克2份情报。她说精灵族的少女们都被关在地牢里，还有2个精灵被关在领主的城堡里。忍者妹子说完就直接走了。亚克拿着情报立刻告诉艾莉安和丹卡，知道了被关押的具体位置。3人急匆匆地赶向地牢。亚克随手撕开牢笼救出了精灵少女们，然后用传送魔法瞬移到不远的山上。亚克又施展了一次净化魔法，解除了少女们身上的控制项圈。丹卡见识到亚克的能力后，对他刮目相看。他请求亚克帮忙一同去城堡救另外2名同胞。亚克欣然同意，带着艾莉安出发。2人用次元步连闪直奔城堡。精灵女孩们留下来有些担忧，他们在担心只有他们2个能行吗？他还没说完，城堡那边就冒出黑烟了，看来担心完全是多余的。这时城堡里的男人领主正准备对2名精灵少女动手，但他并不慌张，因为他还想教训自己那无能的儿子。他儿子竟然连几个精灵都搞不定，说着就动手了。同时亚克和艾莉安悄悄潜入城堡，他们本打算偷偷进入，结果一上房顶就被士兵发现了。亚克一记飞龙斩不小心砸坏了房顶的大钟，这声巨响立刻惊动了整座城堡，但亚克灵巧地躲开了追兵。领主正打算不轨，却被冲进来的管家打断。管家急匆匆地报告城堡被入侵了。紧接着3声巨响震动了整座城堡，亚克和艾莉安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。面对危机，领主还想威胁，不料被亚克3脚踢飞。在艾莉安忙着救人时，蘑菇头想偷偷溜走，被亚克一巴掌按在墙上。看到亚克和善的脸，吓得直接晕过去。亚克这才发现墙后隐藏的房间，他兴奋地想要和艾莉安一起去探索。
而对面的城主居然玩得不亦乐乎。你在叫我吗？没事，你继续。艾莉安召来了那些受害的精灵少女，城主由你们来处置，直到满意。场面太残忍，碰太都捂眼睛了。这时候士兵们听到消息赶过来，艾莉安直接放了个大招，一招之下士兵全变成灰。他让少女们赶紧逃去找丹卡，自己留下来断后。亚克在那儿乐呵呵的数金砖，艾莉安好奇的过来问他在忙啥。亚克怕露馅藏着贪心，心头一转来了个绝妙借口，我在切断犯罪团伙的资金链。艾莉安登时明白了，就这样亚克混过去了。两人继续把黄金装袋，突然城堡里到处爆炸，亚克以为是艾莉安又在闹腾，艾莉安却说他什么都没做。两人决定先撤离这里，带着战利品传送到郊外空地。亚克猜这爆炸可能是那猫忍者干的，不过任务总算是完成的不错。艾莉安拿出他的报酬，跟亚克搜刮的财宝比起来，这点钱显得少得可怜，但谁会嫌钱少呢？亚克二话不说收了。艾莉安借机邀他去精灵部落，提到精灵部落，亚克激动不已。犹豫后，亚克吐露心声，他担心摘下头盔后会变成敌人。艾莉安虽不太懂，但深情誓言，发誓永不抽剑相向。亚克听后无话可说，慢慢摘下头盔，那张骷髅脸吓了艾莉安一跳，好奇地问到底怎么回事。亚克说出了诅咒骑士的事，艾莉安听后表示愿意帮忙找到解除诅咒的办法。俩人一拍即合，亚克没想到本是游戏设定的任务，现在竟变成了现实的冒险。在王都的某个会议厅，国王和王子公主讨论着领主被袭的事情。大王子觉得领主被袭活该，因为他抓精灵，但三王子却说没证据，不能这么说。王子俩吵起来，国王真是头疼。国王就让公主去查个明白，毕竟人精灵之间生意很多，要是精灵报复他们可吃不消。同时艾莉安正带亚克去精灵族那边，路太远，不得不在河边过夜。晚饭时间到了，亚克去打猎。亚克走后，艾莉安看着碰太睡得香，心里痒痒的想摸摸他，挣扎了半天还是没忍住。亚克回来时就看到这一幕，亚克也不好多说，做没看见。就这样过了个开心的晚上。第三天他们继续赶路，穿过森林，终于到了目的地。城门慢慢开了，艾莉安让亚克先在外面等，进村要长老同意。亚克从白天等到傍晚，艾莉安才出现，然后他们一起进了村。精灵部落美极了，亚克超激动。艾莉安带亚克去长老家，简单介绍后他们知道了艾莉安的父母是长老，艾莉安妈妈还超年轻。晚上格瑞尼斯做的炖菜招待亚克，亚克尴尬，因为他是骷髅头。长老让他别担心，他早就知道亚克的事。亚克犹豫了一下，决定摘下头盔好好吃顿饭。又是快乐的一天，早上起来精神很好。亚克穿好铠甲到楼下，发现艾莉安和长老已出门，他们已经通过传送阵去了。到了精灵族首都梅普尔，长老们早集合好了。会议上他们赞成艾莉安的行动，对人类斯条约表示愤怒，这理由足以开战。但经讨论后，大长老决定继续救人，王国那边先观察再说，毕竟战争对大家都没好处。同时格瑞尼斯带亚克参观部落，但村民对他不太友好，但还是有些人对亚克表示欢迎，就是那些之前被亚克救过的姑娘们。和这些女孩告别之后，格瑞尼斯突然提出想和亚克切磋一下。亚克虽然有点无奈，但还是答应了。战斗开始了，不过基本是格瑞尼斯的单方面大屠杀。亚克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就被打倒了。在格瑞尼斯看来，亚克的观察力还可以，但反应速度明显太慢了。接下来的战斗，亚克只能被动挨打。两人的较量一直持续到傍晚，亚克甚至使出了次元步，可惜对格瑞尼斯完全没用，不但轻易被躲开，还被反杀一击。看到天色已晚，格瑞尼斯终于停手了。同时艾莉安那边会议也结束了。在回家路上，他父亲告诉了艾莉安一件事，他的姐姐即将结婚。听说这个消息，艾莉安吓了一跳，他对姐姐的婚事感到非常惊讶。就在这时，有人突然冲了出来，直接扑到了艾莉安身上，然后开始对艾莉安猛烈的亲吻。姐妹俩又开始聊起结婚的事，姐姐很关心艾莉安有没有喜欢的人。亚克经过3天的锻炼，决定去泡个澡，那汤感觉让他舒服极了。当亚克正在享受时，艾莉安回来了，他没注意到有人在里面，他边脱衣边哼着小曲儿，但进入浴室后发现亚克正盯着他看，之后两人都不好意思说话。正好这时长老看到了他们俩，就提出来讨论下一步的计划。他希望亚克继续帮艾莉安救助朋友，作为报酬给了亚克一条情报，传说龙冠树旁有能解除诅咒的泉水，但那是龙族的地方，精灵可以帮亚克去交涉。亚克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提议。那晚亚克躺在床上想出了一个主意，如果他真的被诅咒了，用抗咒术可能会有用。他决定在自己的手臂上试试抗咒术，但是手臂很快又恢复了原样。经过几次尝试，亚克意识到诅咒是持续性的，抗咒术效果并不持久。第3天，艾莉安带亚克准备去王都奥拉夫，那里有参与捕捉精灵的贵族。在去王都的路上遇到了一群超级友好的小蚊子。亚克和小蚊子对峙一眼，确定这是美味的早餐无疑。小蚊子立刻向亚克友好打招呼。接下来就是亚克满世界被追的画面。
不知不觉中夜幕降临，他们找了家餐馆落脚休息。艾丽安说那些虫子蛋白质超高，油炸后绝对是美味，还邀请亚克不妨试试。艾丽安拿出地图开始规划路线，建议走森林捷径省时省力，亚克也没异议同意了，这样能最快抵达目的地。但老板娘提醒他们最好不要这么冒险，森林里最近常有幻影狼出没，已经有不少人遇难了。说完，老板娘就离开了。亚克发现艾丽安心事重重，亚克立刻表示自己没问题，可以照原计划走。艾丽安听后心里也宽慰了些，她心里其实还藏着个小秘密，直到第二天才告诉亚克，原来幻影狼尾巴晚上会发光，用那光做的头纱特别珍贵，是给结婚人最棒的礼物。正巧他姐姐就要结婚了，他想亲手做个头纱送姐姐。这时前面突然出现了好多幻影狼，幸好亚克反应迅速，用3剑斩断，没想到是幻象真身已经扑了上来。这时亚克想起来了，幻影狼是群居的，能用分身术，他们的首领智慧和领导力都很强。正思考间，狼群又开始进攻，数量多的让亚克头疼不已。艾丽安这边却显得游刃有余，他用火球术轻松打散分身，然后一拍地面召唤树根和石柱，瞬间解决了幻影狼的本体。亚克看得直呼内行，想破局，亚克决定先抓住狼王，瞬移到狼王背后，没想到狼王机灵躲开了一剑。这时亚克注意到狼王脚下的光环和之前遇到的绿皮蜥一模一样，显然都是被同一人操控。就在这时，狼王偷袭亚克，亚克被对着放了个火球，把狼王打了个措手不及，转身一剑斩断了狼王的光环。狼王一下子清醒了过来，马上吩咐手下撤退，和小弟们迅速会合。走之前还特意回头瞅了亚克一眼。亚克在等艾丽安处理幻影狼尾巴，旁边的碰泰似乎发现了啥，他一头冲向森林另一侧，亚克不放心，紧跟其后。对面森林里厮杀正酣，遭遇袭击的居然是去中立国的公主。公主赶时间提前出发了，结果整个队伍都遭了殃。刺客把现场伪装成了盗贼作案，碰泰突然从天而降，亚克的出现让刺客们慌了，刺客们瞎轰乱炸，这点攻击对亚克只是挠痒痒。亚克犹豫要不要用复活魔法，这魔法可是逆天的存在，搞不好会改写历史。正犹豫间，幻影狼群来帮忙了，狼群帮亚克固定住刺客，亚克决定先清理场子，很快刺客们就被干掉了。狼王报完恩，带着狼群撤了。战斗结束，亚克发现周围没人了，他决定还是用魔法救公主。复活魔法能让刚死的人复活，时间太久或伤重就失败，幸好公主刚死不久能救。亚克把公主和周围人都救了回来。公主醒来后发现自己伤好了，她把护卫都召集起来，说是神迹，要为了报答神的恩赐继续前进。亚克在一旁看得哭笑不得，他不小心又改了历史。亚克和艾丽安会合，继续旅行。不久他们到了王都奥拉夫，进城就看到3个臭小子围攻一个妹子。亚克想上前帮忙，被艾丽安拦住了，因为那个妹子实力很强，对方向亚克走来，他慌得很。妹子还跟亚克打招呼，原来是之前的兽儿忍者。自我介绍后知道她叫千代女，她是刃心一族的6忍之一。大家互相介绍了一番，千代也提了个问题，他好奇那次在城堡的见面，为啥亚克说他是忍者呢？这问题直截了当，亚克愣了好一会儿，就编了个理由说在我家那边，装成你这样的通常都叫忍者。干代听后一头雾水，忍者这词儿他们家族才用的，但是创立忍心3族的老祖宗年前就挂了，他猜亚克可能跟老祖宗是同乡。亚克听后吓了一跳，原来老祖宗也穿越了。艾丽安突然问千代找亚克啥事，千代想了想，决定还是说清楚，他要亚克帮忙救救他被抓的兽人族人。亚克听了有点犹豫，因为他已经答应过精灵族了，现在真的挺忙的，于是他让艾丽安决定。知道千代也是穿越者后，艾丽安二话不说决定帮忙，这样他们4个人的小队就成立了。同时在奥拉夫的一个角落里的城堡，那个幕后黑手的2王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他搞的暗杀公主的计划居然失败了，连带着他的精灵和兽人交易也受影响，他怕那些救精灵的人会来找麻烦。2王子决定夜里就溜之大吉。这时3个人来到王都最大的商会耶兹亚多，那里关了好多精灵和兽人。千代趁机说了他的作战计划，亚克和艾丽安负责前方吸引火力，2人忙前忙后的时候，千代的同伴会悄悄溜进去救人。亚克听完觉得不错，赞同了，还说他有空间魔法能帮忙。千代听后真是吓一跳，果然亚克和那老祖宗一样会时空魔法。知道这个后，千代说得赶紧告诉同伴去。走之前他告诉2人今晚行动，然后亚克准备去吃饭休息。2人找了家餐馆大快朵颐，亚克觉得这儿的菜挺对胃口。艾丽安突然递给他3串烤串，亚克一吃，那脆脆的口感真是太妙了。亚克好奇这是啥做的，艾丽安说这是之前追你的那些小蚊子。亚克一听直接傻眼了，原来能吃啊！亚克花没金币买了个面具，用来保护身份，同时也考验自己的品味。艾丽安听了真想吐槽一番，看到碰泰那副明显嫌弃的脸，亚克一下子就泄气了。这时候于代带着伙伴们赶来会合，
旁边那块头不小叫武右卫门，他也是忍心一族里的6忍之一。武右卫门没废话，直接走向亚克，两人对视，眼神里都是情深意重。然后男人之间的较量就这么开始了。对打了一会，两人马上分开。分开后就像多年未见的兄弟笑得开心，周围的妹子看着都莫名其妙。钟声一响，行动正式开始。亚克和武右卫门负责吸引火力，他们选的是正门硬闯。士兵看到入侵者，赶紧拿武器防守。武右卫门见状，立刻用土遁技能打开缺口，城门瞬间被轰开。士兵们拿起武器冲他们来了，但根本伤不到他们一分。亚克紧跟着施展了岩石锐牙，瞬间石柱就地冒出，巨大的力量不只是士兵，连房子都顶不住。没想到石柱还能蔓延到整座城堡，甚至连他们自己也给埋了。艾利安看到滚滚浓烟都无语了，混乱中他们也没闲着，他和千代一起冲向城堡救人。艾利安和千代轻松进了地牢，两人悄悄滑进了地牢内部，途中碰到的守卫全被秒，一路顺风顺水直奔地牢深处，那里关着一大群兽人。千代赶紧开锁放兽人出来，然后两人把兽人带到安全地带。会合后，亚克和武右卫门也来了，三人继续前进，就更多兽人，武右卫门留下来断后，三人一路横扫，无人能挡。不一会儿就到了新的监牢，千代又开了牢房放兽人出来。千代到最后一个牢房时，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。其中一个兽人说出了真相，原来这里的老弱病残都被抛弃了。亚克说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，得快点撤。三人迅速把兽人集中起来，亚克用传送魔法一批批送兽人出去。这时亚克真的很气，他还得处理最后的收尾工作。武右卫门现在满身是伤，这时亚克及时传送过来。炸毁城堡后，亚克带着武右卫门传送回来，还把兽人族的遗体一起带了回来。艾利安见这情形，就用他的火焰魔法为他们上演了一场盛大的火葬仪式。同时藏身安全地的二王子听说了这事，气得直跳脚，决定亲自过去。没想到自己的手下突然对他动手，二王子一脸懵逼就倒下了。这时外头的大王子走了进来，谁也没料到幕后黑手竟是大王子。公主被刺那事也是他安排的，正好把这锅甩给二王子。然而出乎意料的是，公主毫发无损，她还安全到了目的地。见到公主安然无恙，姐姐泪流满面。姐姐庆幸地说，能看到你真好，听说你被三王子害了，我都快吓死了。公主一脸困惑不解，这到底是咋回事？简单了解后，公主终于明白了，原来被盗贼袭击全是一场阴谋，这一切很可能是大王子策划的。如果二王子和公主都不在了，他就能成为唯一的继承人。看来自己还活着得保密。任务完成后，四人小队暂时散开。第3天，利安把这里的事通过飞鸽传书告诉了精灵部落，因为千代带回了3份重要的情报，奴隶事件背后还牵扯到神圣布兰帝国，事情因此变得更加复杂。艾利安开始走神，亚克也没想到，他本只想帮帮周围人，结果没想到搞成了周游列国。之后两人朝神圣布兰帝国出发，在去帝国的路上，不巧遇到上空有群飞龙盘旋，艾利安因此无法飞鸽传书。亚克听后说这个简单，说罢就跳下悬崖，帅气的落地，变成雷电法王，开始大范围攻击。结果连艾利安和碰太也遭殃，飞龙被电得四散逃跑。亚克这才满意的离开，走到队友旁，发现大家都被电得不轻，他们不知道这一幕都被人看在眼里。傍晚两人找了家酒馆休息，结果刚坐下就有眼镜男前来搭讪。他自我介绍名叫卡西，之前亚克展示的实力真让人震惊，艾利安却突然送他一顶大帽子，他完全摸不着头脑，真有精灵敢在人类面前秀耳朵呀。卡西却看似无所谓，他已经和当地人融为一体了，住了有10年呢。接着他就透露了自己的目的，想让他们帮忙抓只魔兽，还愿意拿出3张帝国地图作为酬劳。看他们俩没什么反应，卡西又掏出一本魔兽生态书，他觉得亚克可能是个突破点。果不其然，亚克立马答应帮忙，然后开始对艾利安撒娇。艾利安无奈只好答应了。定好第2天早上出发，卡西就转身离开去安排住宿了。回到房间，艾利安看起来挺闷的，亚克看出来了，就邀他喝一杯，也可以选择果汁没关系。艾利安一听有些不高兴，他不想被当小孩子，说完就把酒杯一口闷。谁知道艾利安才喝2杯就醉翻了，直接把亚克摁在地上开始聊。亚克看他这样，劝他别喝了，艾利安却越喝越兴奋。第2天，艾利安醒来才意识到自己昨晚喝多了，抬头一看，居然发现地上躺着个骷髅，吓得他把骷髅烤成了排骨。然后两人急忙去会合，卡西已经在那儿等好久了，虽然他们迟到了，他也没生气，还开玩笑说他们昨晚玩嗨了。整个镇子都听到了叫声，艾利安听了火大，拔剑就想砍卡西，幸好亚克及时阻止。最后大家一起坐上马车出发，路上艾利安感觉很难受，头疼加上晕车实在太难受了，而且马车后面一直飘着怪味，这让他更想吐。亚克好奇问里面装的是什么，卡西淡定说那是些哥布林的尸体，用来吸引杀虫的诱饵，臭的效果更佳。艾利安听了差点吐出来。这时卡西的伙伴赶紧递过来一杯茶，说是专门解酒的。看到那友好的笑脸，艾利安心里又打起了鼓。卡西赶紧跳出来缓和气氛，虽然这大叔看起来有点可疑，
其实人超好的。大叔都哭笑不得了，说你这小子嘴真甜。艾莉安还是有点担心，不过也想试试，就把茶一饮而尽，意外的觉得味道挺好，这让艾莉安对人类的看法悄悄的有了点变化。在这时，艾莉安突然发现大叔的车不见了，他马上想告诉他们，但突然一只巨大的沙虫冒了出来，看那长度至少米长，卡西也是头一回见这么大的，他们根本没时间惊讶，沙虫已经盯上了大叔了。艾莉安立刻冲了过去，毫不犹豫地挥出火焰剑，喊道爆炸吧！可烟雾一散，火焰剑不但没用，还惹怒了沙虫。沙虫张嘴就向艾莉安扑来，好在亚克及时挡住了，并让艾莉安带着大家撤退。找到藏身地后，亚克不再藏拙，这一击沙虫彻底晕了过去，身上的光芒也消失了。事后卡西将沙虫运回镇上，亚克也如愿拿到了地图和生态书。艾莉安临走前问卡西为啥喜欢和人类混在一起，卡西愣了下，然后告诉艾莉安，大概是因为喜欢人类吧。之前在精灵部落也不待见人类，但一起生活后发现事情并非想象中的那样。他相信两族能和平相处的一天会来，但艾莉安不太相信这能实现。卡西还告诉他们，已经有精灵因爱嫁给了人类城市的领主。艾莉安听后沉默不语，然后他们向卡西道别，重新踏上前往帝国的路。艾莉安问亚克，精灵和人类能和平共处吗？亚克说不确定，但他信着呢，不管是人还是精灵，总能找到和谐相处的。他们俩不久就到了神圣布兰帝国，他们来这儿是要救被抓的精灵，可这地方警戒森严得很，如果动静太大肯定会惹麻烦，所以他们打算分头行动去打听情况。亚克就开始问村民，但是没打听到关于精灵的任何消息。亚克正打算去找艾莉安，这时候听见旁边巷子里有人求救，有3个小混混正在那儿绑架人。亚克二话不说上前救人，3个小混混被他秒了。救的妹子一把扑到亚克怀里想报答他，正好这时艾莉安过来了，他话还没说完就愣住了，然后开始问那妹子是谁。问了几句后了解了情况，原来亚克又遇到突发事件了。艾莉安见人没事就让他走了，那妹子还想报答亚克，但艾莉安直接拒绝了。事后艾莉安气呼呼的走了，一直冷着脸对亚克。亚克搞不懂为啥他这么生气。晚上到了博巴的城堡，3个小混混在这儿推诿责任，因为没抓到女人，所以博巴就把他们喂给了魔兽。这时艾莉安和亚克已经到了城堡外，艾莉安打听到的消息说，4个月前有精灵被带到这里，他们俩迅速潜入城堡，外面的戒备很松，城堡里面静悄悄的。艾莉安根据资料找到了一个暗门，暗门打开后他们继续前进，地下城充满野兽和血腥味，通道尽头还有2个守卫。亨泰先去引开注意，艾莉安和亚克迅速出手，2个守卫被他们放倒。艾莉安试着推大门但推不动，亚克看见了过去试试，这门也太难开了。亚克开了另一扇门进了地底，地底的血腥味更重，他们只得感叹。城堡主博巴出现了，想抓艾莉安，亚克一头雾水，准备抓他问情况。艾莉安突然对他动手了，亚克一头雾水。亚克感觉艾莉安的举动真的不对劲，他猜可能是被施了什么控制魔法。亚克边用净化术边挡招，可净化术对艾莉安一点用都没有，一直被打。亚克注意到艾莉安衣服里似乎有东西，立马让碰泰钻进艾莉安的衣服里。碰泰和里面的东西搏斗了一番后，亚克一看，立刻放了几个小火球，把小恶魔烤得香喷喷。博巴看着自己宠物被干掉，博巴气得不行，召唤城里的魔兽，打算一举拿下亚克。战斗前，亚克追问博巴，那些4个月前被带来的精灵现在怎样了？博巴说，那些精灵大部分都被帝国拿去实验了，剩下的精灵都变成了魔兽的食物。亚克一听直接怒了，立刻秒掉博巴身后的魔兽。亚克自觉这世界见多识广，但像博巴这样的败类还是头一遭。这时候的亚克已经怒火中烧，博巴还没意识到这是有多严重，他挥舞着鞭子命令所有魔兽出战，但亚克根本不把这些看在眼里，战斗不靠人多。亚克冷静应对大群魔兽的进攻，拿起剑来一个接一个的解决。博巴看自己的魔兽对付不了亚克，紧急命令魔兽转向攻击艾莉安，幸好甘带及时赶到，用水盾救下艾莉安。博巴的偷袭失败后，准备召唤更多魔兽，但没想到这些魔兽都被甘带的伙伴解决了。亚克惊讶地问千代怎么会在这里，原来是千代提供了情报给艾莉安。这时城堡突然剧烈震动，博巴虽然魔兽被解决了，还是洋洋得意。他说城堡里还养了一只大家伙，说完就撒腿跑了。亚克本来想追，结果城堡快塌了，被千代提醒后，他忽然想起自己会用传送魔法，然后带着艾莉安和干带瞬移到外面。这时外面烟雾弥漫，一只巨大魔兽慢慢浮现出来。千代对人类能控制这种魔兽感到震惊。亚克明白这是因为胸前的铁环。千代建议先撤退，但突然海德拉已经锁定了他们，向他们发射了一道强力吐息，这明显是博巴的命令。博巴看着人们化成灰烟，心满意足，他是要清除所有阻碍他的人。现在有了海德拉，他也不必再为帝国卖命。他命令海德拉向小镇进发，但他并不知道亚克他们没死，他们用盾牌在关键时刻挡住了攻击，还带领大家安全撤退了。突然他们感到背后有杀气袭来，回头一看，艾莉安站在悬崖边，
他向亚克解释自己之前并未失去意识，虽然无法动弹，但博巴的话他全听到了。他对博巴的行径了如指掌，艾利安的计划也得到了干代的支持，于是他们决定分兵两路，亚克对抗海德拉，艾利安和千代去追捕博巴。同时海德拉正朝镇子大步前进，正当他准备攻击时，被亚克的飞龙斩打断了法术。亚克看着毫发无损的对手并不惊讶，相反觉得真正的好戏才刚开始。他接着发动了盾牌猛击，紧接着是一记铠甲勾臂，博巴目瞪口呆，能直面海德拉的土系还活着已经够离谱，居然还能和他斗得旗鼓相当。亚克不想再拖延，直接使出绝招，成功将海德拉斩首。但海德拉依靠强大的再生能力，很快又长出了新头，不愧是传说中的魔兽，经受这么多攻击仍然毫发无损。亚克这才真正认真起来，魔神出场造型更震撼，实力也全面压过海德拉。伊芙利特轻松扯下了对方的头部，海德拉的吐息也被轻易掐灭，一拳下去海德拉直接倒地。面对这种悬殊的实力差，海德拉想撤退，但亚克不会轻易放过，直接从空中抓住他的尾巴，然后将其甩向空中。正在亚克与海德拉激战时，艾利安和千代已经找到博巴。博巴看到来人毫不慌张，虽然自己不强，但有海德拉做依靠，他试图操纵海德拉进行攻击，但千代用飞镖打断了他。他早就识破了博巴用复杂咒术控制魔兽，技术虽好，但纹路复杂，这就是为什么一旦部分纹路受损，一旦受损就立刻废了。这样一来，海德拉就不再听他使唤了，要是不拦下来，他非得吃光全城不可。可艾利安还是挺镇定的，他坚信亚克能挡住海德拉。说完就挥起火焰剑准备结束这一切。战斗一结束，亚克也赶过来和大家会合了。艾利安好奇地问旁边那是啥玩意，亚克说是他从异界召唤的，不过1分钟后就会消失。就在这时，叮铃鸟飞过来了，甘卡带来了个好消息，罗登王国的公主跟精灵族谈妥了，罗登双方终于签了合约，被抓的同胞会由罗登王国来找，这意味着艾利安不用再去救族人了。听到这个，艾利安一时还真有点不习惯，但不管怎样，这件事算是个了结。亚克决定还是继续他的普通冒险，但他很想知道艾利安接下来的计划。艾利安说他想带他去龙冠树，提到这，亚克才想起泉水的事，有了泉水，他或许能解除诅咒。